此地四面环着高山，抬头看去，天色雾蒙，树丛草木仿佛从未被开掘，尖叫呼救声在山中来回闯荡，显得尤为响亮。阿魏前辈，你别跑啊！救命啊！你才是！锦衣，你别过来啊！别把那个东西引过来啊！阿魏前辈，救命啊！魏无羡从草丛穿梭而过，身后跟着蓝锦衣逃命的追逐，在后面便是拥有2颗头颅的大蜈蚣，跑得极快，看上去就要追上蓝锦衣了。魏前辈，你别等了，韩光俊与思追肯定赶不来的，你再不出手，我就要死了！要救命啊！我不，我打不过，锦衣你别过来啊！魏无羡虽说着打不过，但面上哪里有一丝害怕的影子，时不时的还回头看看蓝锦衣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回过头快速的画了一个符咒，轻轻的弹进蓝锦衣的剑中。蓝锦衣跑得正快，却突然停下，转头举着剑朝着2头大蜈蚣作势要打上去，嘴里却道：阿魏前辈，你做了什么啊？我打不过他呀！但已经迎面接上去了，魏无羡这才停下来，略微有些微喘的看着蓝锦衣大战双头蜈蚣，叉腰道：这才像话吗？那蜈蚣那么多腿，怎么跑得过？累死我了！哎，锦衣，左边，上！哎，10点进！蓝锦衣平日里都是与蓝思追共同应敌的，谁知这次碰见这么大个东西，蓝思追却没在一起，跑又不能跑，还以为自己快惨死了，于是放下害怕，盯紧蜈蚣的走势，用尽毕生所学去接招。哪知这一接，发现自己还挺厉害，一瞬间斩下1颗蜈蚣头，得意的朝着魏无羡道：魏前辈，你看我厉害吧？魏无羡轻轻拍着手掌：厉害，可厉害了！哎，又来了，快打！蓝锦衣这下信心倍增，完全没有害怕的样子，迎上去便将这蜈蚣给灭了，身形飘然自信，朝着魏无羡潇洒的飞过来，更是得意道：魏前辈怎么样？魏无羡确实有些赞赏的看着蓝锦衣：还不错，继续加油。2个人你吹我捧的好一阵，才见蓝忘机与蓝思追走来。魏无羡立马奔上去道：蓝湛，你终于来了，方才好大一只蜈蚣啊，吓死我了。蓝忘机接住奔过来的魏无羡，抬眼看去，果然一只大蜈蚣的尸身在不远处，2颗头颅已然分家了。蓝锦衣也跑过来道：韩光俊，我已经将蜈蚣打死了，魏前辈一点事都没有。说的魏无羡像是柔弱不能自保似的。蓝忘机道：做得好。蓝锦衣得了夸奖，笑得都合不拢嘴了，又朝着蓝思追道：思追，我厉害吧？蓝思追道：厉害。魏无羡又道：锦衣这次表现不错，下次再有这类小妖，便将思追留下，让思追也锻炼锻炼。蓝锦衣心道：不对啊，难怪方才魏前辈不与韩光俊去探路，让思追去，原是早就知道这里有只大蜈蚣了，还让自己一个人解决。嘟嘴道：魏前辈，你怎么这样啊？魏无羡自知说漏了嘴，赶紧拉着蓝忘机的手，转移话题道：蓝湛，你们打听清楚了吗？上面是什么地方？是一间寺庙。魏无羡与蓝锦衣同时道：寺庙。蓝思追道：是的，魏前辈，这里四面环山，路看起来极难行，所以来此求取姻缘就必须带上10分的诚意，不过听说很是灵验，来此的人也不在少数。魏无羡笑道：竟然还是座姻缘庙，真有意思。蓝湛，我总觉得此处好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也上去看看呗。蓝忘机道：说着2人转身往山上走。蓝锦衣还在后面与蓝思追说着自己方才打蜈蚣的行为，说得津津有味，蓝思追也配合着听得认真。这路对于普通人来说确实是难行，可对于他们来说却是简单，越是往上，眼前越是清晰，直到了山顶，仿若与山下是2方天地。蓝锦衣道：哇，这里可真是个好地方，这一眼看过去还以为上了天庭呢。魏无羡噗呲笑道：锦衣，这当然是个好地方，一会可要好好的去求求你的姻缘。哈哈哈哈。蓝锦衣道：魏前辈你说什么呢？我才不要求，我看我给思追求一个吧。哈哈哈哈。蓝思追抓着蓝锦衣道：锦衣你别胡说八道。几个人说说笑笑的走到了寺庙大门口，一位穿着落落大方的青衣女子正站在门口左侧，微微屈膝行礼道：几位公子请进。这模样不像是来求取姻缘的，倒像是这寺庙的主人一般。魏无羡微微点头回礼：
而蓝景仪与蓝思追已经走进去了。魏无羡道：“嘿，这两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礼数？”蓝忘机牵着魏无羡的手跟上去，看着他道：“魏婴，怎么了？”“没事没事，回去再好好罚他们。”蓝忘机道：“庙门外没碰见几个人，庙里倒是人多。穿过庙院，来到神像屋前，见里面几人正在虔诚的祈祷。这时有人上前迎接道：“阿弥陀佛，几位施主应不是来求姻缘的吧？”“这还真不是，只是魏无羡一时好奇，总觉得此地有什么异样，想来看看罢了。”魏无羡道：“这位大师，我们几人路过此地，见天色尚晚，可否在此借宿一宿？”那和尚道：“原来如此，自然可以，只是小庙简陋，还请几位莫言嫌弃。”四人一同拱手道谢。和尚带着他们往神庙后面走，院落倒是极大，四处也都是香火气息，毫无一点邪气。若此时魏无羡用陈情召唤，恐怕都招不出邪祟。可越是如此，越是觉得有哪里不对。看着带路也不言语的和尚，魏无羡道：“不知大师名号？”和尚道：“小僧法无，几位看着气宇不凡，想必不是普通人吧？”魏无羡道：“哈哈，我们夜猎路过此地，方才还在山下打了一只大蜈蚣呢。法无大师，这山下经常会有这些妖物吗？”法无一点也不意外，道：“确实是有，方丈也会时常派人下去除祟呢。”说话间已然走到了一个小院，看起来倒是静谧舒适。法无又道：“此院有2间客房，暂无人居住，几位今夜便在此好好歇息吧，一会晚餐会有人送来。”几人又是一同行礼道谢。待法无走后，魏无羡便与蓝忘机选了一间房住下，房里干净整洁，除了桌椅与床榻，便再也没有多余的东西，倒是书桌上摆着几本佛经，一副茶盘。魏无羡坐下道：“蓝湛，你觉得此地怎么样？”“尚还不知。”魏无羡在房内四处走了走，确实一点邪祟的气息都没有。难不成真是我多虑了？蓝湛，这水都有些冷了，泡茶肯定不好喝，我去让思追装些热水来吧。说着站在门口正要叫隔壁的蓝思追，却见院子大门有一青衣女子，是方才庙门口见的那位，她手里端着茶壶，想必应是来送茶的。魏无羡走出去，那女子道：“公子，法无大师让我送些茶水来。”魏无羡拱手行礼，接过茶壶道：“多谢姑娘。”那女子也未作停留，转身离开了。魏无羡端着茶壶正准备进屋，蓝忘机已经走到他身后了。“魏婴，你在与谁说话？”“哦，是送茶水来的。这间寺庙还真是奇怪，虽说是姻缘庙，但一路过来看见的都是和尚，怎么会留一个女子在这？”“女子？”魏无羡知道蓝忘机的性子，若是吃醋了，那晚上又得死命折腾自己了，赶紧道：“嘿嘿，没有没有，什么女子？蓝湛，你渴了吧？趁着水热，我们赶紧回去泡茶吧。”蓝忘机接过茶壶道：“好。”两人喝了茶，闲着无事。蓝思追与蓝景仪也不知道去哪儿玩了，看天色渐晚，想着去厨房做些吃的。这和尚庙的厨房简直比云深不知处的厨房更加清淡，别说辣椒，连菜叶子都没有几片。魏无羡抓着一个路过的小和尚问道：“这位小师傅，请问你们厨房可还有什么吃的？”小和尚道：“施主，此间厨房1年前就已经弃了，若是想做吃食，去南院那边，那里的食材多。”蓝忘机道：“此处不像是弃地。”小和尚看着厨房里干干净净，笑道：“虽是不用了，方丈说也需打扫干净，此地用了甚久，怕遭神爷回来寻不到路，是以我每日都会来打扫一遍，放些简单的蔬菜。”魏无羡道：“如此说来，你们方丈倒是想得周到。”小和尚说起方丈，笑着的脸略微愁了愁。方丈那么好的人，可惜病魔缠身，久不见好，真是上天不公。说完，似乎觉得自己说的不妥，连续的说了几声阿弥陀佛，勿怪勿怪。魏无羡问道：“不知你们方丈得了何病？”那小和尚有些警惕的看着魏无羡，魏无羡立马拉着蓝忘机道：“是这样的，我家二哥哥精通医术，若是你们方丈真得了什么恶疾，说不定能让我二哥哥一试。”那小和尚道：“真的？那我去与法无师长说说，二位施主当真有办法。”见魏无羡点头，
小和尚快速的跑开，想来应该是去找法无了吧。蓝忘机与魏无羡照着小和尚说的走到南院，果然有一间极大的厨房，已经有香气从厨房传来了。两人正欲走近，便听见一声尖叫呼救声：“救命啊！死人了！”随即两位和尚拿着锅铲跑了出来，连滚带爬的跑到了蓝忘机与魏无羡的跟前，面露惊恐道：“救命啊！”两人紧皱眉头，里面发生了何事？救命啊！里面支支吾吾的，哪里还说得清楚话？魏无羡与蓝忘机走进厨房一看，两个和尚倒在地上，身上看起来没有一点伤，也没有任何邪祟的气息。魏无羡走近探了探他们的鼻息，已然是死透了。他转头看着方才跑出去的那两人，已经是吓得坐在地上胡言乱语了。真是奇怪，这两人刚死，又没有邪祟的气息，他们为何吓成那样，又不像是装出来？蓝湛，你看呢？蓝忘机微微皱眉道：“事有蹊跷。”说着照出忘机琴，一曲问铃缓缓而出，却没有铃的回应。魏无羡也皱眉吹奏陈情，确实无魂无灵，真是奇怪，问不到铃，也招不出魂，那他们去哪儿了？这时已经有人闻声寻来了，蓝景仪与蓝思追也与法无和厨房遇见的小和尚一起从人群里走了过来。蓝思追看着地上的两具尸体，道：“韩光俊，魏前辈，他们怎么了？”魏无羡看着走过来的法无，挑眉道：“法无大师，您看呢？”法无叹了口气，摇摇头，让人将尸体抬走。第九起了。蓝景仪道：“第九起，难道之前也发生过？”法无看着蓝忘机道：“方才施主弹奏的可是姑苏兰市有名的问铃？莫非你便是逢乱必出的韩光俊？想必这位就是夷陵老祖了吧？”蓝忘机与魏无羡一同拱手，也不反驳。法无又道：“四位，请随我来。”法无遣散了围观的和尚们，带着小和尚往前走。蓝忘机与魏无羡、蓝景仪、蓝思追四人随后，最后来到一个隐秘的小院。魏无羡看过去，那青衣女子竟然又在门口，于是道：“法无大师，那青衣女子是何人？”法无似乎有些惊讶：“青衣女子？”魏无羡指着院门口道：“就是那位。”这时几人都略带疑惑地看着魏无羡。蓝景仪大声道：“魏前辈，你别吓人了，那里哪有什么青衣女子？”魏无羡看着蓝忘机都有些疑惑：“蓝湛，你们看不见吗？下午进庙时便是他在门口迎接的。对了，茶水也是他送来的。”说起来，这茶水蓝思追与蓝景仪也喝过，但确实没见到有什么青衣女子。蓝景仪道：“魏前辈，你别闹了，就知道吓唬我们。”几人已经走到院门口，那女子微微屈膝道：“法无大师，为何带他们来此？”可是法无却是没看见他一样，自顾地打开了门，道：“请进。”那女子也不生气，走到前面做出引路状道：“既如此，各位请进吧。”魏无羡压下心惊，拉着蓝忘机小声道：“蓝湛，你真的看不见？”蓝忘机将魏无羡往怀里扯了扯，搂紧他的腰身道：“跟紧我。”这么说肯定是看不到了。那女子看上去正常的很，一点邪气也没有，仿佛就是个普通的女子。这寺庙里四处都是镇邪压碎的符咒宝物，她却如履平地，当真是奇怪。几人走进一间房，四处一点光也未透。法无让小和尚点了盏油灯，微微照着房内的场景，房里什么也没有，倒是用巨大的锁链锁着一个人。那人全身干瘪，就像是一具干尸，若不是从嘴里大口的吐着气，谁能知道他还活着？蓝景仪往蓝思追身上靠了靠，问道：“你们竟然如此折磨这人，还称什么以慈悲为怀？”法无看着蓝忘机与魏无羡：“几位误会了，此人并非我们锁的，而是他自己锁的。”魏无羡道：“自己？”法无脸上有些悲痛：“是啊，他是我们这寺庙的方丈，也是他将这寺庙建立起来的。”蓝思追道：“那他为何会如此？”法无轻轻咬牙，娓娓道来：“3年前，方丈下山除祟，偶然救下一女子。那女子本是镇上的大户人家小姐，一身青衣，端庄大方，与方丈一见钟情。后来那女子便时常上山，方丈却是从不肯见。可……”法无顿了顿，看着被锁住的方丈，略微有些不忍，
魏无羡道：“可奈何凡心已动，又谈何出这红尘？”法无叹了口气，接着道：“方丈自知他的身份无法与他厮守，始终未给予回应。可那女子却是不言放弃。1年前，那女子在上山途中被妖物所杀，方丈得知消息后，却已经是无力回天了。也是从那时起，方丈便食不下任何东西，身体日渐消瘦，直到如今这模样。”蓝忘机道：“普通凡人1年未曾进食。”是，那时方丈交代了所有的后事，本是想还了那女子的命，可不知为何却迟迟不能圆寂。有一天，我们这寺庙里传来有人突然死亡，见者皆是吓得疯魔，可那死者身上却无半分伤痕。而他们死后，方丈便会逐渐苏醒，连身形都能恢复如常。说到这，几人往方丈身上看去，果然是逐渐在恢复，连干瘪的身体都逐渐变好。魏无羡看着方丈旁边站着的女子，皱眉道：“姑娘，这又是何苦？”那女子显然已经泪流满面，蹲下身抚摸着方丈的脸。“我又能如何？”蓝景怡凑上来道：“魏前辈，那青衣女子竟真是在这里吗？”魏无羡点了点头。法无接着道：“果然啊！这1年，我们寺庙的人皆是无法下山，那女子护着这寺庙，却也求着这寺庙。方丈曾有交代，若遇有修仙者来此，定要请你们相助。”魏无羡道：“你想借我们的手，给你们方丈一个痛快？”此话一出，法无捏紧拳头，似乎有些哽咽。方丈自己也是动过手的，可无论多少次，都还会醒来。想必是那女子在作怪吧？如今方丈人不人鬼不鬼，每次醒来便会痛苦异常，我又如何忍心啊？这时方丈已经模糊地睁开了眼睛，他似乎听见了法无的话，缓缓从地上爬起来，道：“我这命是由他人而换，本不该活。”魏无羡看着那女子扶着方丈的胳膊，恍惚间竟与方丈融为一体，一瞬间了然于心，道：“他已经离世，方丈何不放过自己9条人命？想必您也不忍心吧？”方丈却突然激动起来，仿佛整个人痛苦异常，极力忍耐道：“杀了我，杀了我！”蓝思追上前道：“韩光俊，魏前辈，不如我们收了那女子的灵石。”魏无羡道：“我方才想了许久，为何我察觉不到那青衣女子的邪气？现在倒是想明白了，青衣女子的魂根本就不存在。这位你们看不见的姑娘，不过是方丈的一缕幻想罢了。既是幻想，能动实物，可见执念之深，杀几个人也便是轻而易举了。”这时方丈似乎更加激动，挥动着手上的铁链大叫：“不可能，不可能！”魏无羡又道：“他死于1年前，若是投胎，如今都已重新出世，既然已经错过，又何须困于自己，修为尽失，伤人性命，原不是您的本心吧？”方丈跪在地上，看着自己发颤的双手，道：“错过了，又何须执着？”魏无羡眼看着那青衣女子逐渐模糊透明，最后消失不见，他对着蓝忘机点了点头。蓝忘机与蓝思追唤出琴来，合奏一曲缓缓而出。方丈随着琴声的节止，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法无与小和尚跪在方丈跟前，敬重地磕了几个头。第2日清晨的寺庙，来此求取姻缘的人们依旧是络绎不绝。蓝忘机与魏无羡牵着手站在寺院门口，蓝景怡与蓝思追站在一旁。“魏前辈，我们就这么走了吗？”魏无羡道：“不然呢？”“哦，我想起来了，小思追和小景怡的姻缘还没求呢。蓝湛，我们再进去一趟吧。”蓝思追与蓝景怡同时道：“魏前辈。”魏无羡笑着与蓝忘机往山下走。蓝景怡又道：“不过这次还真是轻松，魏前辈说了几句话便解决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幻想出来的邪祟呢。”魏无羡道：“只是身在迷局罢了。依照方丈修行的善德来看，他定是不能忍受自己害那么多人的，如此也是自然。不过你们没见过的还多着呢，以后啊，多和你们韩光俊出来走走。所谓逢乱必出嘛，便是如此。”2个小辈同时道：“思追受教。”下山的路上充满了欢声笑语。蓝景怡又道：“魏前辈，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当然是回云深不知处了。”“啊，这便回去了吗？”“自然，在外大半个月了，再不回去，你们蓝老先生又要揪胡子了。”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请点击订阅频道，
欢迎在视频下留言，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感谢您。